肾衰竭来临总是不声不响，出现这5个迹象，可能是肾脏在呼救。慢性肾衰竭是一种常见的内科综合征，一般持续3个月以上。根据专家估计，在我国本病的发病率约为每100万人口中，每年有100到300人发生慢性肾衰竭，发病率较高，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应警惕肾衰竭发生。肾衰竭作为慢性病，早期症状不典型，往往到中晚期才发现，就会导致预后效果不佳。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肾功能受损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治疗来预防肾衰竭。1、肾衰竭的病因和加重因素。肾衰竭及肾脏正常结构受损导致的临床综合征，其中包括肾小球、肾血管、肾实质的损伤。常见的引起肾衰竭的泌尿系统疾病就包括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等。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加重肾衰竭，例如肾毒性药物、肾结石或尿路结石、创伤、感染、高血压、糖尿病等。2、肾衰竭发生发展的特点。肾衰竭进展缓慢，再加上肾脏的代偿功能强大，患者早期通常无特异性的症状。当肾功能严重受损且无法代偿时，机体出现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代谢废物潴留，蓄积在全身系统，就会出现全身症状。有很多患者第一次到门诊看病，或者偶然的一次体检，就已经患有尿毒症了。更为痛心的是，在儿科，医生们还经常能看到几岁的小孩患尿毒症。那么，为什么慢性肾衰竭会察觉不到，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潜伏这么久？这就与肾脏的结构特征有关了。肾脏是由100多万个肾单位及肾小球组成。肾小球的特性就是非常努力工作，甚至经常抢着干活，这就使得肾脏代偿功能比较强大。所以肾小球受损往往要损坏数量达到1半以上时，症状才会表现出来，导致肾衰竭的早期症状常常被掩盖，确诊时通常已发展为中后期。被破坏的肾小球难以恢复，导致肾脏功能的下降难以逆转，不易治愈。3、肾衰竭的临床表现，5个肾功能损伤的迹象。肾衰竭患者早期可出现倦怠、乏力嗜睡、食欲不振、颜面或下肢水肿等，症状不典型，常容易漏诊，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发现。随着病情进展，累及全身各系统时，可出现胸闷气促、头晕头痛、少尿或无尿、皮肤瘙痒、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进一步加重，可能危及生命。为了避免肾衰竭晚期才发现，如果发现你的身体出现以下5个迹象，就应小心患有肾衰竭。1、水肿。水肿通常指皮肤及皮下组织液体潴留，无法排出导致的肿胀。肾脏的关键作用就是调节全身体液平衡，所以水肿与肾脏疾病是息息相关的。肾小球是肾脏工作的基本单位，肾小球通过滤过膜将血液中的水、钠、代谢废物等滤出形成尿液。当滤过膜受损时，肾小球在过滤尿液时无法留住大分子的蛋白质，导致机体蛋白质随着尿液排出，血液中的蛋白质减少，使得其胶体渗透压降低，甚至低于组织细胞间的渗透压时，血管内的水分就会通过血管壁进入组织内，从而降低血管内渗透压。液体潴留在组织内即引起机体水肿，同时机体的有效血容量减少，导致肾脏灌注不足。这时候调节机体水钠代谢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就会发挥作用，使钠重吸收增加，导致钠潴留，刺激机体分泌抗利尿激素，机体无法排出水分，就会导致水肿进一步加重。这种类型的水肿一般从下肢或颜面部开始，且用手指按压会出现凹陷。2、少尿也可能预示着肾衰竭。肾脏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人体的滤过器，滤除多余的水分、盐分、代谢废物，产生尿液。当患有肾衰竭时，肾脏某些结构出现问题，无法一如既往地产生尿液，就会导致尿量改变。医学上对于少尿有严格的定义，24小尿量少于400毫升称为少尿。换句话说，每天的尿量少于一个500毫升矿泉水瓶的容量，就可能出现少尿。少尿是因为肾血管、肾小球及肾小管等肾脏结构出现问题。尿液的形成过程是血液灌注肾血管，通过肾小球的滤过膜，再经过肾小管的重吸收、浓缩等作用形成尿液。以上任何一个步骤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尿液减少。
例如肾脏血管炎症导致肾内血流量减少，肾小球病变导致产生的原尿减少，肾小管堵塞导致排尿困难等。少尿属于较为严重的临床症状，应当积极寻找病因，早期干预治疗。3. 泡沫尿是肾脏疾病重要的预警信号。正常情况下，尿液表面张力较低，不易形成气泡。小便时因排出太急或其他原因产生的泡沫一般很快散去。当尿液中成分发生改变，使得尿液表面张力增高时，气泡就会增多且不容易散去，产生泡沫尿。尿液中蛋白质含量异常升高及蛋白尿是引起泡沫尿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肾衰竭的前兆。但是，尿液中出现较多的泡泡也不能确定一定是蛋白尿。尿液中糖、胆红素等增加时也会出现泡沫，只有当尿中较多的泡沫长时间存在，难以消退时，才有可能存在蛋白尿。此时建议去医院就诊，做尿液检查。4. 皮肤瘙痒与肾衰竭。当肾脏无法执行排出代谢废物的功能时，代谢废物例如血肌酐就会驻留在体内。若长期大量存在皮肤内，刺激组织和神经，就会引起瘙痒，还会引起皮肤暗淡。当机体钙磷代谢紊乱，甚至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时，血磷升高也会导致皮肤瘙痒。当瘙痒难忍时，可用温水擦浴，切忌搔抓，以免抓伤导致感染。5. 最后，多尿也是肾衰竭早期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以夜尿增多为特点。当肾脏出现损伤，远端肾小管浓缩尿液的功能减低，尤其是夜间平躺后肾血流量增加，就会导致尿量增多。患者早期往往有夜尿增多，后期则有中少量的蛋白尿，进而进展为肾衰竭。由于肾衰竭起病隐匿，患者常常到肾衰竭晚期才就诊，此时肾脏已固缩，难以确定病因，也难以恢复到较好的肾功能。因此，当有上述症状时，应积极治疗，留意自己的肾功能情况。4. 预防肾衰竭的方法。鉴于肾衰竭预后不良和难以治愈的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应注意保健，防止发生肾功能衰竭。以下就是一些帮助预防肾衰竭的方法与建议。首先，在生活中应保证生活环境清洁、安静，空气流通。已有肾功能问题的人应避免肾毒性药物，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磺胺嘧啶、阿司匹林等，防止肾功能进一步损伤。保持心态乐观平静，正确认识肾衰竭的病情特点。此病无法治愈，但可有效控制。定期做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查，自我监测血压、血糖、体重等。水肿时应限制钠盐的摄入，保持水平衡，尿量少于每天1000毫升时，适当限制饮水和食物中的水分。烹调时选用植物油，少吃海鲜、动物内脏、肥猪肉等。如果出现高脂血症，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降脂类药物。血脂高会使肾动脉血管硬化，形成斑块，斑块不稳定时会释放出胆固醇结晶，导致血管栓塞，加重肾脏缺血，损伤肾功能。中老年高血压人群由于年龄增高，血管硬化加重，血管弹性降低，血压升高，易造成肾小球硬化，是肾衰竭的高危人群。因此，如何控制血压至关重要。控制血压可从多个方面入手，饮食上低盐、低脂、低嘌呤饮食，每日盐摄入量控制在3到4克，少吃或不吃油腻、油炸食品，少吃动物脂肪、动物内脏、海鲜和啤酒。生活中戒烟限酒，适当锻炼，调节情绪，避免过度劳累等。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抵抗力低下或不注意卫生的人，容易感染病原体，引起泌尿道或其他部位炎症，可能并发急性肾炎或肾功能不全。预防感染可减少肾功能损伤。平常注意保暖，避免感冒，注意保持口腔清洁，防止感染。同时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以防感染。肾衰竭早期无明显症状，往往难以发现，到中晚期发现才就诊，难以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所以生活中应该注意一些早期肾衰竭的迹象，包括水肿、少尿、泡沫尿、血压升高、多尿等。有肾脏疾病的患者或出现某些泌尿系统症状的人，在生活中也应该注意保护肾脏，避免发生肾衰竭。